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迟早会离开这个地球，到宇宙中探索。但建立在日升月落的命理系统，可不一定能推演在宇宙中发生的事情。文明的延续或扩张，往往伴随着先知的存在。希望你能在未来解开这最后的八卦，延续新文明的发展。这是我在上一堂课的结尾留给自己的一道题，一个以对卦、乾卦为接壤点，却可能不属于这颗星球的八卦。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如果命理系统真的建立在日升月落这种地球尺度的物理现象上，那么要解开一个不属于地球的卦象，我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星宿知识，而是重新理解维度这件事本身。3、4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冥想中感觉到一股能量在意念中聚集，凝成一颗球体，体感温度不断升高，仿佛比暖炉还烫。就在那个当下，我身后的玻璃门毫无预警地震动了一下，把我从那个状态中惊醒。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去想这件事，它是巧合，还是某种我还不理解的关联？2026年的今天，脑机界面已经让失语的病人重新用意念说话，用意念打字。我们正在用细晶片一点一滴地把意识翻译成看得见、量得到的讯号。但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却只用天上的日月星辰与生辰，就能看穿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轨迹。然而，这套系统是建立在这颗星球的日升月落之上。也许，这样的系统恐怕真的没办法直接套用到宇宙尺度的问题上。但如果我们把命盘放掉预测未来这个框架，改问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命盘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其实是在读取某种更根本的东西，一种不受限于地球，甚至不受限于3维空间的讯息结构？回到2026年1月，Neuralink 公布已有21位受试者植入他们的脑机晶片。第1位受试者 Nolan Arbol 现在可以单靠意念控制游标、浏览网页，甚至玩游戏。同一年，另一项名为 Voice 的临床试验，让一位渐冻症患者重新用接近自己原本的声音开口说话。这些都还在早期阶段，官方也还没公布通过同行审查的效能数据，但方向已经很清楚了，意识正在被一点一滴地翻译成外部讯号。那么，有没有可能意识讯号的来源根本不只存在于我们看得见的3维世界里？物理学界确实有一整个家族的理论在认真讨论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是更高维结构投影出来的这件事。最有名的是全息原理，但我想带你看一个更精确也更贴近这个系列起点的版本。这个系列真正的起点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几何游戏。拿一个正五边形，将任意3个顶点相连，你会得到2种三角形。一种角度是36、72、72度，一种是36、36、108度。把这2种三角形往外包覆，你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五边形。而这个新长出来的五边形还可以再被切开，再组合，再包覆一次，一层包着一层，没有终点，而且每一层里都藏着上一层的图案残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只是几何游戏，如果不是只包覆个几层就停下来，而是照着同一套规则一直切，一直组合，一直往外包覆下去，会发生一件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其实是这整套结构最迷人的事。重复的是规则，不重复的是图案。每一层都套用同一套切、组合、包覆的方法，但规则被重复套用之后，长出来的整张图案，你却永远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位移，能把它刚好对齐回自己原本的样子。就像命盘的星曜规则永远重复，但每个人的生命图案却绝不雷同。
1974年，物理学家兼数学家潘洛斯 Roger Penrose 证明过，这正是他最早提出的镶嵌系统。五边形被一圈三角形包覆成更大的五边形，同一套规则无限递回下去，会得到一个永远对不起自己，却仍保有完美五重对称的图案，这叫潘洛斯铺砖。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菱形铺砖、风筝飞镖铺砖，其实都是从这个五边形包覆结构细化出来的版本，包覆才是最原始的那一个。接着1981年，数学家 De Broglie 证明了一件更惊人的事，这个二维永不重复的图案，其实可以在一个更高维度五维的规则间隔上，用一个特定角度切下一刀，再把切面投影到二维平面上，精确地重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二维图案，数学上就是一个更高维结构的投影残影。这件事1982年真的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了。材料科学家丹·谢赫特曼 Dan Schechtman 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合金材料，它的原子排列呈现五重对称，却永不规则重复。这违反了当时晶体学界奉为铁律的原则。他花了将近30年才说服整个科学界，这种准晶体是真实存在的物质。2011年，他因为这个发现独得诺贝尔化学奖。准晶体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在低维世界里看到的某些图案，可能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更高维度的规则结构被切了一刀之后留下来的残影。把维度想象成可以被切开投影的结构，其实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想法。早在1920年代，物理学家卡鲁萨与 Klein 就提出，如果在我们熟悉的4维时空之外，还藏着一个卷曲到极小，我们感知不到的第5维，这个维度的几何形状就会在我们的世界里显现成电磁力。换句话说，从准晶体的原子排列到物理学家将近100年前的想象，都指向同一件事：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可能只是更高维度结构的其中一个切片。2025年，莱斯大学一支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用量子吠舍资讯量测近同晶格模型里的电子自旋纠缠程度，发现纠缠在量子临界点，也就是传统准粒子描述整个失效的地方达到峰值，而且这个峰值跟他们用非弹性中子散射实验量到的数据完全吻合。这是这一季会不断重逢的一种模式，第一次现身。旧的描述方式在临界点上整个瓦解，而某种更深层的关联反而在瓦解的瞬间拔到最强。这种材料本身还牵出一条更大胆的理论路线，部分理论物理学家用一种叫 SYK 模型的工具，主张某些强关联量子系统，奇异金属就是候选案例之一。妙的是，描述它的数学居然跟多一个维度的重力黑洞理论长得一模一样。这套理论叫全息对偶 ADS-CFT。 这是一个活跃严肃的研究方向，但它到底代表什么？物理学界内部其实还在吵。而专门讨论这个议题的论文讲得很清楚，全息对偶应该被理解成一个强大的计算工具，证明两种描述方式在数学上等价，不是证明实验室里真的藏着一个更高维度的黑洞。他们也特别指出，反德希特空间并不是我们实际宇宙的几何形状，呼吁对全息宇宙这种强本体论宣称保持认识论上的谨慎。这句警示刚好呼应我自己前面说的那句话，我们没办法光靠切割残留物本身去验证上面那层结构到底是什么。物理学家面对全息对偶的态度是，这套结构站得住脚，很好用，但我们不会宣称已经证明了终极实在。而这一整季，我想用同一种态度来对待接下来要讲的每一个理论，包括我自己接下来马上要说的这个猜想。如果2维的准晶体图案是5维晶格投影下来的残影，那3维的物质世界
会不会也是某个更高维度结构被切了一刀之后留下的残影？这是这个系列想要大胆提出的一个猜想。意识也许不是一种能量，也不是一个在维度之间跑腿的信使，而是那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切割投影规则中，在某个回圈第一次回头折叠自己时，也就是第一次成功对自己进行内观时，与局部产生出来的那个我的错觉。那张流传千年的命盘，会不会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读取了这套切割投影规则在我们这个维度切片上留下的残影？这或许也能解释另一个广为流传的传奇。特斯拉在自传里写过，他能在脑海中把一整台机器完整组装、运转，甚至检查耗损才动手打造。1882年，他在布达佩斯公园散步时，脑中突然闪现出旋转磁场的画面，用手杖画在沙地上的草图，后来成为交流感应马达的核心原理。如果直觉、灵感甚至天才的创造力都是这套残影偶尔被读取到的片刻，那么或许没有人是真正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碰巧切得比别人更准一点。如果真是这样，命盘也好，特斯拉也好，都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读到了同一套残影的一小片，而那个不属于地球，以对卦与乾卦为接壤点的八卦，会不会正是另一个切割角度，另一片投影下的残影，一个要等我们真正理解意识之后才解得开的世界？这一整季，我想试着解开这道功课，从一个五边形开始，从柱帛，从维度，一路追到意识最深的地方，去找找看。如果意识是高维度留下的残影，那么大脑里哪里是接收讯号的天线？松果体真的是传说中的灵根吗？